我不嫁，外面都传裴姐和那个残废快不行了，我嫁过去守活寡。可是这裴家家大业大，我们得罪不起呀。你不是还有一个养在乡下的女儿吗？默默，入回来了。黄大海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这次下山赚到钱没？哎呀，赚钱艰难呐！啊，我倒是给你带了一副口气。哎呀，胖大海，我说你为什么每次下山总带着破烂玩意回来？还有这些萝卜，一捆一捆都吃了。哎，谁让这些人治完病，就都拿这些玩意儿给我当报酬？妈妈，师傅挣钱不容易哟。好吧，反正呢，我已经清除一栏剩一栏了。你呀，以后就别下山了，我去，我来赚钱养你。说起来呀，你还真得下山一趟。你看，结婚？裴老夫人，裴少爷，我们家主人真的不在。哼，我昨天才让人打了招呼，今天你竟然说他们没在家，区区一个苏家，竟然也敢把我们拒之门外。可是他们确实……这件事情，苏家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小豪，我们走。是。请问你知道苏家怎么走？苏伯父不是说不在家吗？这刚回来。裴少，容我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的女儿苏石墨，就她来履行和裴家的婚约，你看怎么样？长得还挺帅，可惜是个残废，还是个短命鬼，倒是便宜苏石墨。据我了解，苏家对外宣称的千金不是只有一个苏嫣然吗？哎呀，那哪能呀！石墨只不过是从小被他爸爸养在乡下的，知道的人不多而已。但是她是嫣然的姐姐，那算起来和裴家的婚约本来就应该是她。随便找个乡下的野丫头就想当裴总夫人，是不是在羞辱我们裴家？没有，石墨真是我女儿。所以说，我结婚对象是她呀。不行，这婚事我不同意。我们还没嫌弃你呢，你还嫌弃上我们裴总啊？废话，他一看就不行了，我嫁给他干嘛？有钱了你。既然苏家不同意这门婚事，看在你刚才救了我的份上，只要你签了这份退婚协议，并退回10女，这门婚约就不做。等等，你说这彩礼多少钱？10女。刚才是我看错人了，我觉得这位裴景恒，对，我觉得他行得很。那这婚我不退了，我嫁。不就是还剩半年寿命吗？只要有钱，分分钟给你续个10年8年的。既然苏家不准备退婚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上午，我会派人带你去领。走。是。能嫁进裴家呀，是你几辈子都修不来的福气。姐姐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，毕竟呢，你老公可能很快就要死了。嘿，你这不借给你要不要？敢诅咒我老公，我偏要让他长命百岁，气死你！给钱！什么？没听见我老公刚刚说了吗？叫我准备一下去领证，赶紧给我钱，我要去买东西。还有我老公的10亿彩礼，你们既然已经让我嫁过去了，怎么着也得分我点吧？你想要钱？这10亿可是裴家给苏家，
你想都别想。哦，那我现在就跟我老公说，我嫁。哎，等，还想买点东西嘛？你就给他点吧。只有100万，买东西去喽！看来结婚也不是什么坏事嘛。嘿，未来老公简直是我的财神爷。小姐，你要出去吗？地库的代步车你可以随意开。代步。我需要吗？继续加大力度查找海神医的下落。我记得海神医有几个得意弟子，想来他们会比外人更清楚海神医的行踪。奶奶说的对，有一点希望，我都不该放弃。裴总，你该不会是被夫人那句话给打击到了吧？我们还没有领证，你不用上赶着叫她夫人。迟早的事儿嘛，只有1天而已。还有，为了东海，刚刚好像有什么东西过去了。我是病了，不是瞎了。夫人真是这个，跑得比博尔特都快。这小丫头似乎有点非比寻常啊。I'm like some kind of supernova watching. 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进我都问过了，他们说结婚要穿红色的。但领证不用。许浩，带苏小姐去车上，换一件我的备用长衫。是，请吧。花好了，这身衣服不舒服啊，而且你看这袖子。My love kis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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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두근두근 내게서 swee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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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달콤하게 불어와 奇怪，心怎么跳这么快？ 세상에 소리 질러 I love you 널 사랑한다고 날 여자가 되어달라고 我们进去吧。好。 Always your star 내가 널 지켜줄게 I can always do it for you 사랑해. 听说明天海神医的徒孙会召开一场拍卖会，你去准备准备。明天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海神医的消息。好。海神医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你们要找神医啊？是为了给你治病吗？医生说，我这病如果没有海神医的话，恐怕只剩半年寿命了。你怕吗？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不过，你也不用找什么神医了，你这病我就能治。说什么大话呢？我们裴总这病，就连京都最有名的医科圣手都没办法，不然我们也不用到处找什么海神医了。可我真能治啊！不仅我能治，我师傅他也能治。我师傅每次下山都好多人排队去找他治病。那你师傅是谁？我师傅就是我师傅啊！啊，他叫李海洋，我们山下村里人都叫他胖大海。这么土的名字和外号，一听就是个普通的赤脚医生而已。真不知道夫人不好意思拿他和海神医比的。没事，多留意下海神医下落就行。好。陈妮子一点也不嫌弃乡下的生活和师傅，倒是个单纯好相处的。哎，你们这都什么表情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师傅很厉害的。好，夫人，我们先回家吃饭，老夫人一会等来了，走吧。哎呀，这人怎么突然晕倒了？瞧这面色发白发青，该不会是死了吧？跟我可没关系，还有没有呼吸啊？是急性心梗，哎呀，赶紧打120吧。哎，走吧走吧。快，你把这个伸腿瞪眼丸跟左边给那个人吃。这什么东西？
不会吃死人吧？相信我，我真的会医术。哎呀，你快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！要不是我会把人撞翻，我早自己去了。哇，哎，神了！好啊，这么一个小太厉人，这把人害了吧这治好了。谢谢你，好什么药啊？你那个伸腿瞪眼丸，那个是我自制的药丸，我就随便跟着电视剧瞎取的。怎么样？我就说了我很厉害吧？看来他的医术也非同一般，或许我的病真的可以让他试试。哎呦，这是我的孙媳妇儿吧？长得可真俊。奶奶带你去看看你们的婚房去，快走！怎么样，房子的布置你们还满意吧？满意满意。村里的长辈说了，结婚呀要用红色的东西，这个比村里一些小媳妇儿结婚时候好看多了。谢谢奶奶。那你们小两口可早点休息啊。今天你说我的病你能治吗？那你给我看看。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治病啊，当然是要先把脉啦。我的病很难治吗？确实有点棘手。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？只有海神医才能治这个病，我居然指望一个小丫头。不过嘛，你这腿倒是挺好治的。来，把裤子先脱了。都开始脱裤子了。老夫人，咱们在这偷听是不是不太好啊？那有什么？我这是为了我孙子的婚后幸福生活。这两个人还挺干柴烈火的呢。咱们走吧，这剩下的单身狗可不行听啊。我奶奶床铺弄那么多干果做什么？饿死人了。求一个早生贵子的寓意。可你现在身体不行，这孩子嘛，注定早生不如。没关系，我们开始吧。好了，你现在腿啊，应该就有知觉了。我来给你揉揉。明天再针灸一次，你的腿应该暂时就能站起来了。之后呢，每天再针灸1刻钟，不出1个月，我保管你健步如飞。要不你让别人揉揉吧？那怎么行啊？他们又不清楚穴位，而且啊，你是我老公，我给你揉是最好的。对了，告诉你件事儿，你别被吓着。你的病多半是中毒所致。中毒？景恒今天脸色好了不少，看来这冲洗确实有用。嬷嬷，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景恒这个小子没有折腾你吧？他确实把我折腾的够呛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是我老公嘛，应该的。而且我老公这么有钱，要是把他治好了，那整费肯定少不了，至少比师傅挣得多。好好好，奶奶呀，看着你们两个感情这么好，就放心了。你要是能再生个重孙孙，那奶奶就更高兴了。到时候奶奶奖励你至少10个亿。但是裴景恒不行啊，我一个人生不了。什么？他那方面不行？奶奶，只是身体问题，而且我跟默默还没有同房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可是你的那个病，也不知道
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海神医，他到底在哪儿啊？你为什么非要找海神医啊？他的病我都能治啊！啊，景恒的病你能治？老夫人、少爷，二爷来了。二叔怎么来了？你结婚了，我怎么都得来看看裴家新媳妇。这个就是那个乡下来的苏小姐，听说你还会看病啊？是会一点。二叔，你也来治病的吗？你这病简单，就是长期沉迷酒色导致的身体亏空，借酒戒色就行。你个小丫头，你胡说什么呢你？老二呀，没想到你这把年纪了，私底下还玩的挺花的。大保姆啊，谁不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在修身养性，这都是没有的事儿。这妮子有点邪门，那件事她不会也能看出来。你身体里面有很明显的毒素沉积，这应该是从你的母体带来的。这些年，这些毒素一直在蚕食你的生机，包括你的腿，所以它不良于行。当年父亲病，母亲又难产而死，裴家的生意因此大半都交给了二叔打理。这些年在奶奶的坚持下，才逐渐还给了我一些。难道奶奶到时间了，我现在带裴景恒回房间针灸去。好啊，大伯母，景恒的健康关乎着裴家的大事，你就这么放心交给一个乡下来的小丫头治？万一治坏了怎么办？嘿，你个老色胚，我给我老公治病怎么了？碍着你什么事了？你个小黄毛丫头，哎，你有行医资格证吗？啊，你就敢给景恒治病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我都不怕，不知道二叔在抗拒什么？难道二叔不想我好吗？那当然不是了，我只是担心而已。既然二叔担心的话，那默默，你就在这儿给我针灸吧。好，希望一会儿某些人的老脸不要疼。好了，站起来试试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都跟你说了，今天针灸只是让你站起来，你这么着急走路干什么？疼死我了！一时激动，忘记了。默默，瞧你的意思，景恒这腿能彻底恢复好？再治疗一段时间呢，他就能正常走路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奶奶就知道我们没有娶错这个孙媳妇儿。想不到你个黄毛丫头还真有两把刷子。可是景恒的寿命只剩下半年了，他现在能站起来也是治标不治本。难道你还真能把景恒的病治了？废话，我这么多年，在京都这些名医都没有治好我，更何况是默默呢？我们当务之急还是先找到海神医。不过，我最近派去寻找海神医的那些人都没有消息，总是会受到一些莫名的阻力。不知道二叔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我也在派人替你找海神医。难道这臭小子察觉到了什么？那就多谢二叔啊，应该的，一家人嘛。大保姆，我公司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去吧。哎，裴景恒，我感觉你这个二叔不像是什么好人啊。把感觉去掉。那我现在十分有理由怀疑，那毒是他下的。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啊？什么？你这病竟然是那个死老二下毒所致！我就说慧儿身体好好的，怎么就难产大出血了呢？我非得找他算账去！敢害我儿媳妇儿和孙子，我非得把他脸抓刮不可！奶奶，
我们只是猜测而已。就是啊，奶奶，凡事啊都要讲证据。你现在又不可能把裴景和妈妈挖出来，也是吧？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奶奶，如果查出来确定是他做的，就算他是我二叔，我也不会轻易放过他。但是眼下最重要的是找海神医先治好我的病。对，现在你的病才是重中之重。这个海神医他到底在哪儿啊？我都说了我能治病，合着你们两个还是不相信我？怎么会呢？奶奶相信我们默默，只是这……哎，你今天晚上要去参加拍卖会，但是礼服还没弄呢，我这就帮你去去催一下。哎，别不高兴了，走，我带你看乐子去。辛苦了。裴志远，一个堂堂裴氏集团的高层，睡了女人不给钱还躲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快点给钱，否则我去警局告你的。你谁呀？谁让你在这捣乱的？好啊，你裴志远，在床上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，提起裤子不认人了，你现在问我是谁？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裴志远，他生活作风不检点，私生活混乱，太丢人了吧！他还嫖娼不给钱。没想到恶棍居然是这样的人。之前还以为他在公司里骚扰女职员都是谣言呢，没想到他竟然还嫖娼，可真行啊！不是，大家听我解释，我没有，他这是造谣，报案的。我可不是造谣，你必须得给我钱，你今天必须给我，不给我钱我就不走。这件事情是你做的，这个女人是你找来的。我才没有呢，这人是真的，事儿也是真的，我只不过把你二叔的真实身份告诉他而已，给他点小教训，就当看你是点力气了。听说二婶善妒，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，二叔回去的日子还是会不好过了。那也是他活该，谁叫你是我老公呢？欺负你就是欺负我，要是被我抓到，害你的人就是他，非得把他大卸8块不可。这是在维护我吗？你那个看完了就回去吧。哦。奶奶，拍卖会就要开始了，默默怎么还不下来？急什么？女孩子出门不要打扮呐。况且你早上不是派徐浩都过去了吗？那边如果有什么消息也不会错过。等等，默默又怎么了？好。去！嗯。我们的默默真好看，不愧是奶奶的孙媳妇儿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傻小子，看媳妇儿看呆了吧？快走快走。裴总，何老平时很少冒昧，不过听说他今天很有可能亲自主持拍卖会，我已经派人打听过，他今天拍卖会结束之后愿意跟你见一面。好，何老作为海神医的徒孙，等见到何老，我找到海神医的概率就会大一些。干杯！真好吃，比山上的食物好吃多了。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不过一些普通的糕点，当什么山珍海味？
不知道还以为你嫁到裴家被苛刻了。这好吃的食物当然要夸了。不过妹妹，你对这宴会上的食物如此的不满，是不是对这宴会的主人也很不满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对海神医的徒孙不满？原来这个宴会是海神医的徒孙办的，怪不得裴景恒他们要来。听说裴家一直苦苦寻找海神医无果，这裴家大少爷都快不行了，姐姐还在这逍遥快活，未免也太枉为人妻了。谁说裴景恒不行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别诅咒他，否则我对你客气。裴家大少寿命无多的是，这京都名流谁人不知？也就是你，图人家有钱上赶的嫁给他，等他死了，你可别哭着求着要回我们苏家。嘿，你看来苏二小姐很希望我死。没有，我跟姐姐开玩笑呢。我当然希望裴少你好好的了。裴景恒，他们都说你不行了，站起来给他们瞧瞧，你行得很。我是动物园里的猴子吗？我怎么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他站起来了，他不是残疾吗？是啊，是你突然站起来了，哎，就这么站起来了啊！好吃。你的病好了？你病好了？只是暂时能站起来而已，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。恐怕要让苏二小姐失望了。默默，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去奶奶那边吧。好。要是裴景恒的病情好转，那……奶奶，你在看什么？在看裴老二家的镇七缸的。听说呀，今天有个女的到集团去找他闹事，你瞧瞧，这脸都挠花了。这下那个裴老二都好长时间不能见人呢。他倒是混得如鱼得水。妈，这裴景恒要是好起来了，可不能白白便宜了这个苏轼。他一个乡巴佬，他也配？那当然，咱们先静观其变。总归呀，这个苏石墨就是个乡下女人，到时候咱还怕拿捏不了她了。正在上台那位，看起来气质儒雅，想必就是海神医的徒孙，经营博古斋的何老。那不是我小师叔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人呢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晚的拍卖会。今天的拍品由何老的博古斋提供，诸位看上什么皆可报价。何老没来？也许是出了什么变故吧。师公特意要求处理这些古董的时候要瞒着小师叔，怎么反倒让他撞了正着呢？这个怎么办才好啊？哎，晚上的拍卖会不过就拍卖这些东西吧？就这些破烂会有人要吗？古董珍稀难得，自然不可能件件都是珍品。即便像这种东西也有收藏价值，自然不可能没人要。有没有喜欢的？想要的尽管出价，即便是把这里所有东西都买下来，我裴家也出得起钱。老公，你真好。不过嘛，这些东西我身上多得很，我师父每次下山都带一堆这样的破烂回来。姐姐倒是大言不惭啊，这些可都是何老精心寻来的宝物，每一件都价值不菲。你说他们是垃圾？价值连城？这看着跟我那些破烂差不多啊！我师父都说了，这玩意儿不值钱的，张口闭口都是垃圾。我看你是想对何老不敬吧？我没有啊，我懒得跟你说。哎，我的小师叔啊，
他们还真是你那堆破烂，但是这是对你来说是破烂而已呀。这位小姐请坐吧。我们的拍卖会即将正式开始。第一件拍品是来自清乾隆年间的珐琅花瓶一个，起拍价100万。多少？他刚说多少？100万。这个破花瓶值100万。最后的成交价我估计是这个数。可我师傅说这在外面50亿对啊。傻丫头，古玩这行啊，最是赝品多。别看有的物件啊，外表都一样，其实呀，真品和赝品之间的价格呀，差距那不是一丁点儿的大。你乡下的那些垃圾啊，想必是你师傅从外边带回来的赝品。赝品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们那有万期数，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从一件古物上面能够知道它的年限。我师傅是不会带赝品回来的。就比如说那个，这一看就是明代宣德年间的笔洗。恭喜这位先生以520万的价格获得这件拍品。接下来开拍的是这件明宣德年间的白釉笔洗，起拍价100万。520？你听见了吗？刚刚那个卖了520万。对。真的？那我那堆破烂岂不是值很多很多钱？让我算算，50万、100万、1000万，完蛋！我觉得我自己要成富婆了。那你成为富婆之后，最想要干什么？我首先要给自己买好多好多好吃的。我师傅他常年在外面就带一些破烂回来，一块红烧肉都要跟我抢。不对，我师傅他不会被人给骗了吧？什么？你想想啊，我师傅每回带回来那些破烂值那么多钱，但他自己却身无分文，而且过得穷困潦倒的。他一定是在外面被有些人给骗了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你师傅把你给骗了？不可能，我师傅对我可好，他不可能骗我的。不行，等我哪天回山上，我一定要好好跟他说说。看来得想办法通知师公，让他早些预防小师叔秋风算账了。如果真如默默所说，能搜集这么多珍奇古董，他的师傅一定很不一般。接下来的这件拍品是来自明末时期的山水画。哎，这幅画好生奇怪。什么？这上面既有明代的气息，又有元代的气息，而且两种风格自成一派，并不交融。让我想想，我知道了，这幅明代的画下面一定还藏着一幅元代的画。元代的画很值钱吗？元代，那得具体看是哪幅画作。让我看看。如果是黄公望呢？黄公望，你不会是自己看到的吧？如果是黄公望的画作，市场价最少3000，但如果是那幅绝世之作的话，市场价在1个亿左右。那我一定要买到它。这幅画起拍价100万，大家可以开始出价了。200万，这画是临摹的，起拍价100万。你200万开拍，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我就想拍，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哼！听说这幅画的作者名不见经传，100万都没人要，留级好多次了，还200万，这不是血亏吗？是啊，这大冤种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。听到了吗，土包子？听到了，我就拍就拍，怎么了？你说拍就拍，张口闭口200万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我是没有，但我老公有啊。我老公可是说了，只要我想要，他把这些古董全给我买下都行。偷买？你这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？这上面的古董加起来价值多少？裴少就算是再宠你，也不可能。这张银行卡里面价值10个亿，这张卡应该够把这些古董都买了吧？给我的。当然。给我太好了吧！看到没有，
花200万买些不值钱的东西，也爱当冤大头，刚去吧。No no no no， 这东西啊，那是至少3000万，说不定还会上亿。哼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这不过价值几十万的东西而已，你想涨1个亿，想钱想疯了吧你？哼，我说它值就值，不信你等着吧。这位小姐出价200万，还有更高的吗？200万1次，200万2次，200万3次，成交！阿姨，老婆，你快帮你狠狠赚了一笔。赚钱，我看是赔钱。还是不信是吧？行，那我让你好好开开眼。哎，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把戏。你该不是后悔了，想毁化灭迹来个死无对证吧？拿着裴少的钱打水漂，我都替你做事。我的钱，我夫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是！天哪，这幅画底下竟然还藏着一层画！哇，瞧这韵味，这简直是幅绝代佳作。是啊，去找一个古画方面的鉴定专家来。好。你怎么知道这下面还藏着一幅画？笨蛋，当然是看出来的。这呀是元代黄公望的画，只不过没想到是这幅画。黄公望。谁不知道黄公望流传在外的话都有记录在案，除了《富春山居图》以外，都在博物馆里面收藏着呢。你该不会是想说你这幅是黄公望流传在外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真迹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说谎也不打个草稿。这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自明代就已失传，现留在京的都是些临摹之作。怎么，你敢说你这个是真迹？废话。我说是，他就是了。这是不是真的？我们找个鉴宝师鉴别一下，不就知道了？对，我们也很好奇，这幅画到底是真是假。我来吧。是谁啊？不知道，看不清呀。大家好，我是此次拍卖会的鉴定师。鉴定师是吧？来，您快看看，告诉他们我这幅画就是真迹。默默，你怎么这么确定是真的？因为望气术不会骗人的，而且那幅画的后半段在我师父房间里珍藏着呢。众所皆知啊，这皇宫的水墨画都以水墨浅绛为主，这幅画无疑是符合的。大家都知道，皇宫著《富春山居图》长达7年，其中复笔、改笔都有较多。大家看这里。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有细微的改动痕迹。最重要的是，此画呢，在当年被焚烧过，也因此被分为上下2卷。这轻微的全区泛黄，还有若有似无的焦味，这就是被烧过的样子呀。是的，这幅画就是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真迹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苏石墨有这么好的运气？怎么不可能啦？还得是人家鉴定师识货。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？你认识我？我知道了，你们俩认识是吧？哼，我就说这个贱人何德何能能发现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真迹，原来是有人替他撒谎。怎么？你们俩是想联合起来哄骗在场的富豪，给你们的假图买单？说我骗人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能跟这个村姑认识的，不过就是哪个犄角旮旯跑出来的农民。真是可笑，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这么说话的人。我说的有错吗？农民、村姑，蛇鼠一窝，还鉴定师呢？
藏藏掖掖的不敢见人，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啊！等着吧，我老师可是书画研究协会的人，我这就叫他过来拆穿你的真面目。好吧，赶紧去叫吧。死定！苏石墨，你带着这个老东西在这招摇撞骗，今天我就要揭穿你！尽管来，别到手被打脸。裴总，已经联系书画协会的人了，他们说会派人过来。只是，你也相信夫人的话吗？既然他说了，我信。让陈副会长来，不能让默默受委屈。好。陈老，这么晚紧急召集大家来开的这个会是？今天召集大家来，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刚刚得到消息，海神医不日将抵达京都。海神医，就是那个有着国医圣手、陆地神仙之称的海神医。没错，想必大家都知道，海神医最痴迷的就是古画，是我们书画研究协会的名誉会长。他的到来，我们必将要以最高的礼仪迎接。早就听闻陈副会长在古画领域是造诣非凡，在下最近偶得一幅神秘古画，还望会长您能够指点一二。好，那接下来大家就各自准备准备，我还有点事，先出去一下。哎，陈老，这么晚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，有位小友让我帮忙过去鉴定一幅画。好的，老师，我们恭候你的到来。我老师已经到酒店了，一会儿某些人的谎言就要被拆穿了。谁撒谎了？我觉得你分明就是嫉妒我找到了富春山居图的真迹，在那眼红我。听说这里发现了富春山居图真迹。老师，我看他那个画呀，分明就是临摹的，他们偏偏说是皇宫的真迹。您快来长长眼，这俩呀就是村姑、村民，什么都不懂，没见过世面，拿出一幅画就当做是真画，估计啊是想骗钱。乡下人，切，这个乡巴佬怎么能懂得古画鉴定？画呢？拿来我看看。这幅画我怎么看不出来什么名堂？不过照嫣然所说，这画应该不可能是真的。我宣布啊，这幅画是假的。什么？半天是假的，就说是假的，是会骗人吗？我说这幅画明明处处透露着真迹的痕迹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假的就是假的。我老师可是书画研究协会的人，他鉴定的画当然比你这个乡野村夫靠谱。不可能，这幅画我是亲眼看过的，只能是真，不能是假。你看过有什么用？你不过就是一个村姑，能看懂什么画？真以为在场的人会被你哄骗？苏师伯，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既然这幅画是假的，那就应该把它给销毁，避免有些人拿来招摇撞骗。销毁？慢着，你是书画协会的？当然。陈副会长知不知道你来的这里？这关你什么事儿？你不要转移话题啊！我们现在看看怎样销毁这幅假画。不可能，这画是我买下来的，你们凭什么销毁？而且它就是真的，不可能是假。我老师可是书画协会的人，他说是假的就是假的。你个乡野村夫，你的画和他的画，谁更有鉴定性？哦，对，我们差点就被骗了呀，还以为见到了皇宫的富春山居图真迹，假的。既然是假货，书画协会自然有权利销毁它。如果落在这个女人的手里，哪天拿出来欺骗大家，我们可认不出来。是啊，胡说，明明就是他在骗人。我不管，这幅画它就是真的。你懂什么？你去联系陈老，务必让他过来一趟。苏石墨，你一直阻止我们摧毁这个画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我以书画协会的名义宣布，必须销毁这幅假画。问道，你又是谁啊？要不是在小师兄面前不能轻易暴露，岂能让你们如此长处？老师，他就是跟这个村姑一起招摇撞骗的骗子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更不能让这幅假画落到你们这群骗子手里。你住手！刘源，你竟然还顶着书画协会的名义在外头招摇撞骗呢？刘源，你竟然还敢
顶着书画协会的名义在外头招摇撞骗啊！陈副会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么能知道你在外头以书画协会的名义自居呢？诸位啊，这个刘岩在3个月前就以名不副实、学术造假，以及帮助他人伪造鉴定证书，被我们协会早都开除了。他说的话根本就不可信的。那他们2个乡巴佬的话就可信？这位是，我是这场拍卖会的鉴定师。我之前鉴定这幅画是真的，却被这位小姐说是我在骗人。您这方面是权威，您也帮忙把关，看看是真是假。你个骗子，还在这信口开河！我今天就不信苏石墨这个乡巴佬能辨别真迹。那我们俩打个赌好了，如果这幅画确实是真的，他值多少钱，你就给我多少钱，怎样？赌就赌，一言为定。据我所知，明代沈州临摹的《富春山居图》曾经上过拍卖，价值2.6亿。如果说咱们这卷是皇宫的真迹，就算是半卷，也价值2亿。嫣然，那这个值2个亿，你真的有这个把握吗？爸，苏石墨这个乡下丫头，一出生就被你扔到乡下去了，她你还不了解？况且她在乡下能接触什么好东西？我看她就是虚张声势。也是。那如果这幅画是假的，你该怎么办？这幅画不可能是假的，我也不可能输。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拿什么跟我赌？我拿裴氏的股份跟你赌。裴少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你相信他？这就不关你的事了。你就不怕我会输吗？就算你输了，我大不了再多努力几年，没事。还有，你一定不会输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不会输的。裴少，你信他，你会后悔的。陈副会长，你来看看吧。这画确实是真的。小友请放心。等下，陈会长，你说你是裴少叫来的，那会不会你已经被裴少给收买了？到时候跟那个老骗子一样，帮着苏石墨一起来骗人。苏二小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身为书画协会的副会长，你说这些话简直就是污蔑我的职业操守和人格。是啊，谁不知道陈会长为人刚正不阿，从来不假公济私啊！道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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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道歉！抱歉，我就是太担心了，毕竟裴家家大业大的，万一裴少他……既然苏二小姐有这个顾虑，那我们不如取消这个赌约。既然苏二小姐有这个顾虑，那我们不如取消这个赌约。不行，这赌约都已经立下了，裴少突然取消，难道是知道姐姐是在骗人，想维护她？那可是2个亿啊，这不要白不要？还是说你不相信我？苏二小姐不是怕我以权欺人吗？我就那么一说。我绝对以我的名誉保证，我的鉴定绝对基于物件本身，绝对不会因为外界的因素影响。在座的各位可以共同做个见证，之后我也会给这个物件出一个鉴定书。有这鉴定书就等于陈会长给他自己的鉴定结果背书了嘛？他总不至于用自己几10年的声誉去骗人嘛，对不对？陈会长，我们相信你。对，我们相信你。陈会长，我当然相信你啊！到时候有些人就要灰溜溜的滚到乡下去了。哼，别废话，等着你给我赔钱。坏了！陈会长怎么没有表情啊？这玩意儿该不会真的是个假的吧？胡说！陈会长那叫喜怒不形于色。不过这话是真是假，急死我了。那当然是假的了。陈会长，你赶紧宣布结果吧。好，经过我鉴定，黄公望的这幅《富春山居图》是，我宣布，这幅《富春山居图》是真迹。这不可能，这怎么能是真的呢？不瞒大家说，
我曾亲眼见过另外一幅《富春山居图》的真迹，无论是用色、笔触，以及烧灼的痕迹来看，它都是真迹，毫无疑问，这个就是真的。恭喜苏小姐。这怎么可能？程会长，你该不会是在骗人吧？苏二小姐，怎么你在怀疑我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看你干的好事儿！别忘了欠我的2个亿哦！你快看，我给你赚大钱了！这位先生之前是不是也鉴定过这幅画是真迹啊？这位先生为何这么面熟啊？您是何老？老何？什么？你就是波谷斋的何老？啊？您就是何老？哦，对了，啊，当时托我找你的这个裴少爷，就是他。好，就是你找我办事儿。你找的难道不是海神医的徒孙吗？我要找的就是海神医的徒孙何老。想必你也知道了，我重病缠身，我想托您找下海神医，如果他能治疗好的话，李家必有重谢。哎呀，这倒是巧了，你不早说，你找老何就是为了找到海神医啊！我刚得到消息啊，不日海神医会来到京都。真的吗？啊，太好了，有了海神医，少爷的病就有的治了。老何，到时候你一同和我前去迎接海神医，你是他的徒孙，他见到你一定高兴。老何是海神医的徒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师叔，来，小师叔啊，这关系到师傅的脸面。师兄他怎么了？这个嘛，师傅他老人家好赌，你也是知道的。哼，所以说这海神医就是师兄赌输了认来的。对，只是占个名分而已。师公说小师叔生性单纯，万不能叫他知道咱们师门在外面的名声，只能委屈师傅了。这还差不多。要是让师傅知道师兄在外面认别人当师傅，那非得好好揍他一顿不可。不过嘛，既然只是表面关系，你以后不要顶着人家徒孙的名号在外面做事好不好？要是被师傅知道，饶不过你。是，我不敢了。不过此事是关师傅他老人家的颜面，你看。知道了，我会尽量不在外人面前拆穿此事。你跟何老很熟？你跟何老很熟？当然了，我跟他……我与小苏是旧相识，是之前在乡下收文物的时候相识的。对对对，裴总，既然你跟小苏在一起了，我也不瞒你了，你没有必要非得等这个海神医过来，他就能治你。您是说我的病默就能治？其实呢，我也不懂什么医术的，但是我确定啊，就是你把海神医等来了，他给你治疗的效果也未必有他好。毕竟师傅常常念叨小师叔是青出于蓝胜于。既然您都这样说了，那以后我的病就要全靠默默了。好说好说，你可是我的财神爷老公，以后啊看病这种事包在我身上。小苏啊，没事我就先走了。快走吧，我还要跟我老公去找奶奶呢。小师叔再见。默默似乎和何老很熟。走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有裴锦恒的百般守护，就连何老和陈会长都对他另眼相看？我有个乡下的贱丫头，苏诗墨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？
这是厨房熬的十全大补汤，奶奶让我给你送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猜奶奶为什么让你给我送这碗汤？不知道。因为想抱重孙。逗你的，回去休息吧，我还得工作。原来你们有钱人赚钱这么辛苦啊！因为我们家现在多了个小财迷嘛。我如果不努力工作一下，怎么多赚钱养他呢？是吗？这奶奶。是挺补的。好了，要不要站起来走2步试试？我可以走路了吗？试试就知道。我真的可以走路了。不过你现在的腿还不宜久站，还要配合针灸的治疗。等你的腿彻底好了，我呢就想办法替你解毒。好，走2步试试。看来得联系一下师傅了，先把裴景恒解毒用的药准备好。什么？师傅，你早就下山了？你要来京都？行，等你到了我们再联系。默默，你师傅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裴景恒，我师傅来的话，可以住你家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你师傅就是我师傅。再说，我们结婚以后，我都没拜访过他老人家。这次就算他不来，我也会带你回去看看他的。嗨，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好见的？不过给你解毒需要的很多药材都在他那，等他来了就可以着手安排给你解毒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少爷少夫人，苏家那边派人来说是有急事儿，让少夫人回趟家。既然是急事，为什么不直接联系默默，还要派人来叫？我把他们都拉黑了。哎，没关系，他们叫我回去就是，反正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要我陪你回去吗？不用，你不是还有工作没处理完吗？快忙你的工作吧，我先走了。原来你们着急忙慌的叫我回来，就为这个？我们不过是想给你留点体面，你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然后主动跟裴少提离婚吧。我凭什么要跟裴景恒离婚？我凭什么要跟裴景恒离婚？裴家那样的家世，本来就不是你能高攀的。现在裴景恒的腿好了，那你就和他好聚好散，免得日后被他抛弃，这面子上也不好看呐。好聚好散，亏你说得出来。当时你觉得裴景恒身体不行，把他推给了我，现在人家身体好了，又想要回去，真是无耻！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能做一段时间的裴少夫人，已经是三生有幸了。怎么，你还想霸占他一辈子？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？况且，我能给裴少他最想要的东西，你能给他什么？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夫人，只会让他丢脸，是吗？我不知道苏二小姐从哪里来的这股自信。你怎么来了？工作忙完了，来接。景恒，你果然是好了，我会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，你跟他离婚吧。我说裴少，你这病要好的事情，当初怎么不说呢？要早知道，我们绝对不会把苏石墨这个丫头嫁给你。
他从乡下来的，粗鄙不堪，哪有我们嫣然乖巧聪明呀？所以苏家这是反悔了？不是，我们这也是在拨乱反正。好一个拨乱反正！你们苏家的女儿想让我们裴总娶就娶，想换人就换人，把我们裴总当什么了？我知道这事儿呢，一时很难接受。不过，比起景恒你的命来说，就比较微不足道了吧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，裴家近几年呢，一直在努力的寻找海神医的下落，不就是想让海神医给你治病吗？那如果我说我已经找到海神医了呢？你找到海神医了？当然。海神医到京都的消息我早已知晓，这恐怕算不上苏二小姐你的筹码吧？那如果我说海神医就在我家呢？海神医，您进来吧。您就是海神医？若你说的是掌管天下医师协会，10年前又曾凭一己之力带人整治了南疆崇义的海神医的话，那便是我吧。南疆崇义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你这女娃娃那时才几岁？更何况当时除了我，还有许多医师帮忙，你又认得几个？确实，我那时候还比较小，当时崇义严重，就是只有跟着师傅后面做事，确实不太记得了。有些人啊，身份卑微，连海神医代表什么都不知道，倒是上赶着来质疑海神医的身份。只是随便问而已。我裴家多年以来寻找海神医的消息无果，也是前2日才知道海神医你要来京都的消息，也不知道苏二小姐是怎么把海神医请来家中的。啊，你得到了海神医要来京都的消息？什么？你得到了海神医要来京都的消息？那什么，找我看病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不愿意他们都知道我的行踪。我也是机缘巧合下才得知的，想必没多少人知道，不会受到叨扰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也是我运气好，只是发善心给路边小摊一点钱，没想到就恰好遇到了海神医。何该我与苏二小姐有缘。海神医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裴少，裴景恒。的确是寿不过半载。那神医你，不过这个病我能治。那海神医给我治好需要什么条件？你要让海神医给你治病，你不相信我？当然不是。条件我之前已经说过了，只要你跟苏石墨离婚，然后再娶我，就让海神医替你治病。苏石墨也是苏家的大小姐，我跟她离婚了，她怎么办？简单，苏石墨总归是乡下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给他一笔钱，再送回乡下就是了。这也是海神医你的意思吗？在我印象里的海神医可是仙风道骨，不问俗事，怎么现在还管起别人家的嫁娶之事来了？景恒，海神医是我请来的，他只是给我帮忙而已。没错，苏二小姐对你是痴心一片，我也是不愿意辜负她对你的那份情谊。何老曾经说过，默默可以治好我，他可是海神医你的徒孙，他的话我相信。他说可以治好就能治好，何老不过就是海神医的徒孙，如今海神医就站在你面前，你不信他，相信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。裴总，我知道你也不喜欢苏二小姐，但她说的没错，毕竟你的命最重要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先答应她。至于夫人，怎么可能？我不会，以后再哄好了。夫人，这个离婚协议书你还是签了吧。现在治好裴总病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就算他不同意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为了你放弃这个希望。你不相信我能治好他？你也不相信我？怎么可能？我不会，苏石墨，景恒他又不傻，在你和海神医之间，应该选择相信谁，这不都明摆的事儿？我劝你识相点，赶紧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然后滚回乡下去吧。既然你不相信我，那我也不治你。
离就离。嬷嬷，裴总，想想老夫人，想想这个裴家，这可是海神医啊！哼，景恒，我不知道苏石墨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但你可是裴氏集团的总裁，你的命可不是你自己的，你得顾全大局啊，对不对？你的命可不是你自己的，你得顾全大局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除了我，你这先天亏损的毛病无人可治。一个臭丫头片子，怎么敢跟我？你说我是先天亏损？这满京都谁人不知你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先天亏损？你既然如此，我回去处理好一切再来。你是想通了？当然，你费尽心思给我找来海神医，这份心意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的。太好，要不了多久，我就是新的裴少夫人了。苏二小姐答应给我的钱，可千万不要忘了。我虽然是神医，但也不能无偿给别人看病的。这是自然。神医，这卡里有500万，您先拿着。等你治好了裴景恒，到时候裴家还会有重谢的。啊，那就好，那我就回去休息了。好的，神医，您请便啊，有什么需要您尽管提，只要我们能做的，都会满足你的。哎呀，看来这豪门世家的钱就是好赚，一个个都是蠢货。哼，不过看来我得抓紧多捞几笔，赶紧跑路。我才不难过呢！什么财神爷老公，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，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哎，嬷嬷，怎么了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山上去，裴景恒要跟我离婚。什么？那个臭小子！哦哦！嬷嬷，给我判刑之前，好歹给我合理的解释机会好吗？离婚协议都带回来了是吧？就是要跟我离婚。好，我走，现在就走。苏石墨，你对我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离婚？你凶我没有，我把它拿回来，只是为了向你证明一下我的态度。我没有答应苏嫣然的要求。这下相信了吧？嬷嬷，我怀疑那个海神医是假的。什么海神医？难道你们找到了海神医呀？苏家找到海神医，并主动提出可以让海神医帮裴总治病，但前提是要让裴总跟少夫人离婚，娶苏嫣然。海神医德高望重，他不会提出这种要求的。或许是海神医有求于苏嫣然呢，但传闻裴总的病只有海神医能治。传言或许不可尽信。嬷嬷，你确定我的病是中毒引起的吗？可外界诊断，甚至包括海神医都说我的病是先天亏损引起的。我当然确定了。你怀疑我什么也不能怀疑我的职业素养。师傅说过，做我们这一行，断症得再三确定才能下结论的。我相信你，所以我说苏嫣然找来的那个海神医是假的。他不光和传说中的海神医行事风格不同，甚至还断定我的病是先天亏损。那他一定在撒谎。没想到海神医竟然是沽名钓誉之徒，真是无辈之耻。那个海神医功绩流传至广，不可能是假的。所以我怀疑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个海神医是冒名顶替。嬷嬷，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拆穿他？什么真的假的海神医啊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如果找到了海神医，就把他请到咱们家里给景恒治病啊！裴总，刚刚苏家放出消息，明天要举办一场见面会，邀请全京都名流跟海神医见面。
少爷，这是苏家派人送来的请柬。如果他名气真有这么大，怎么会连先天亏损和胎毒入体都分辨不清？那他一定是名不副实。明天就可以从这点入手，核实清楚。徐浩，你去找几个疑难杂症，明天我们过去看看，看看这个所谓的海参葫芦里到底卖的是真药还是假药。是。哎，那个什么，默默，既然海神医是假的，那你应该就不想走了吧？不，裴景恒他不信任我，就算今天没有什么海神医，明天有什么山神医、河神医，我再也不要理他了。我什么时候说我不信任你了？你有，在苏家的时候，苏嫣然说那些条件，你为什么没有斩钉截铁的拒绝？那不是徐浩打断我了吗？我不听，人家都说了，夫妻之间是要相互信任的。而你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次了，我能治你的病，你信过吗？我错了，默默，我承认，我最开始是因为不够了解，而没有选择相信你。但我以后绝对不会了，以后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相信你。师姐说了，认错越快的男人越会骗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我答应了要治好你，我就一定会治好你。我这就找师傅拿药去。哎，默默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嘿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嘿嘿，默默，我来看你来了呀！啊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所以你们俩刚结婚不久，就感情破裂，准备离婚了？那谁是过错方？是我，我只是因为治病心切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想离婚的意思。治病？你这个病啊，确实有些蹊跷，但对默默来说，应该不算太难吧？师傅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我这没药。哦，也是。不过治你这种病的药啊，我这儿啊倒是基本上都有。就有一味冰山雪莲呢，还需让我自己去取啊。能治就好，能治就好，就不劳烦老神医了。你那个药在哪里有啊？我们裴家人亲自去取。啊，那个冰山雪莲啊，那成长在人迹罕至的冰山缝隙之中，这小子的病所需的冰山雪莲呢，那更是要1000年份的才行啊！那种冰山雪莲所在之处，那可是险峻奇峡呀，能安然到那儿的人，不超过1手之数，还得我去才行啊！那就麻烦师傅来。哦，对了，明天那个海神医的见面会我也要去，我非得去见见那个无耻之徒。什么海神医啊？什么海神医啊？还不是那个苏嫣然找来一个海神医，说是能治裴景恒的病，就是那个让我跟裴景恒离婚的那个海神医，非得说裴景恒是先天亏损，这么简单的胎毒入体都看不出来，这不是沽名钓誉是什么？都跟你说了，那个海参是假的。管他是真是假的，真正的神医应该做好事不留名，视富贵名声如浮云。而他做一点事情就要弄得人尽皆知的，我看不像什么好人。哎呀，万一那个名声是人们自愿宣扬的，非他所愿，那谁知道呢？反正像我跟我师傅这样医者仁心的人，是不会做这种事的，是吧？
海神医我知道，他挺名副其实的。不过，最近有一个人热衷于冒充海神医呀，骗取钱财。这海神医呢，也辗转四处抓捕这个骗子。你们见过的那个，也许就是骗子海神医。还真是假的海神医啊！师傅，你怎么跟海神医认识的？那个，不会，师兄拜了师傅的事被你知道了吧？什么拜师？你不知道就好，知道了对你没什么好处。师傅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先走了。等等，等等，裴家小子，你这病默默没有跟你说呀？你得进房室，在病没有治好之前，你们俩不能越雷池半步。没有，裴景恒他不行的，我跟他没有发生过那种关系。谁说我不行的？是这样啊。那他们最近就分开睡，免得小年轻不知道分寸。对，我都要跟他离婚了，我才不跟他一起。默默，没事啊，不行，你这点小病默默也能治。我回来的时候顺便给你带一些好药啊。要找的人学号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哦，正好，今天一定要抓住那个假神医的下落。来，来，刘总，来，好久不见。是啊。景航，你来了。不是你给我发的请柬吗？所以你是为我来的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拒绝我的。哼。不过某些人也太没眼力见了，这马上都离婚了，还死皮赖脸的跟过来。乡下人脸皮就是厚啊，乡下人脸皮就是厚啊。提醒你一句，我们还没离婚呢，像你这种犯贱上赶当小三的女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哼，景航，你看他。海神医呢？海神医在休息室呢，一会儿就来。所以，景航，你是答应我的条件了？我就知道，人在生死面前是不会拒绝海神医治病这么大诱惑的。苏石墨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默默，你不用这样对我吧？裴景恒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我都是要离婚的人。总之，别靠那么近。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还有，你抱也抱过，你亲也亲过，怎么不想对我负责呀？我这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总之，离我远一点。妈，你说这苏石木到底有什么好的？景恒就要跟他离婚了，还对他念念不忘。要不是我恰好遇到了海神医，他岂不是要在裴家少夫人的位子上坐得牢牢的？没事，你没发现他俩已经貌合神离了？放心，苏石墨一定跟他那个短命鬼妈一样，蹦跶不了几天。你要知道，
笑到最后，那才是胜利。那我催催海神医，等他治好了裴景恒，裴景恒就彻底是我的了。哼！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见面会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苏家机缘巧合下结识了海神医，在我们的万般恳求下，他终于肯来参加今天的见面会，给大家一个可以面见海神医求医问药的机会。接下来有请海神医上场。人杰，哇，这就是海神医，看起来好年轻，好出神啊！人家可是海神医，世外高人，当然是仙风道骨，非同一般了。看着就……大家好，承蒙大家关照，今天在座的各位有什么需要，尽可以提出来，我一定尽心尽力为大家诊治。海神医果然如传言中那样平易近人，医治人心呢。是吗？不知道是否无论贫富贵贱、身份高低，海神医都会尽心尽力的为其治疗。那是当然，在我这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据我所知，第一医院正好有几例疑难杂症，他们的家属都因为治疗费用高昂且看不到治愈希望，而不得不放弃治疗。想必海神医如此仁慈，一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回家等死。求海神医救救我，我还不想死！救救我！海神医，救救我儿吧！他还这么年轻，还不到20岁呀，他怎么就得了这种稀奇古怪的病？还有我，我在医院住了大半年，都没查出病因。海神医，你大慈大悲，救救俺的命，俺给你磕头了！海神医，救救我儿子吧！求求你了！这都是你找来的。求求你了！够了，简直胡闹！你们都是什么人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不是海神医自己说的，无论身份高低贵贱，海神医都会尽心尽力的为其治疗吗？苏二小姐如此迫不及待的赶他们走，难道是因为海神医根本治不了他们？当然不是。但海神医是什么身份？这些人哪有资格让海神医给他们诊治？景恒，难道你要让海神医为了他们耽误你的治疗时间啊？哎，医者仁心，这海神医自己都没发话呢，你怎么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出手？你真是的，皇上不急太监急。苏小姐说的对，医者仁心，我当然没有拒绝为他们问诊的道理，但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。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嫣然小姐，先为在座的各位问诊，他们自然应该排在后面。对，治归治，但还轮不到他们。保安，让他们出去等着。慢着，虽说凡事都讲个先来后到，但是凡事也讲轻重缓急。我一个只剩半年寿命的人都不急，想必也没有比他们更加迫切的想获得治疗的人。难道大家都不想看看海神医是如何医病救人的吗？对，我们不着急，这些人一看就很可怜，海神医还是先为他们诊治吧。我就是来看热闹的，海神医给我们露一手呗。露一手呗，露一手吧，露一手吧。好，既然有人提出质疑，那我就出手自证一下。这位小兄弟是否自患病后开始食欲不振，时常腹痛难忍，咳嗽发热，却又检测不出任何问题？对，我儿可怜，这还不到半年的时间，原来从一个180斤的小胖墩儿，都瘦成像现在一样的麻杆了。医生说，如果再不治的话，恐怕
恐怕……请恕我直言，这位小兄弟是否在患病以前，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暴露过下阴？我之前去爬山，因为实在憋得慌，我在树丛底下撒过一次尿。这就是了。你应该就是因此感染上了一种稀有的寄生虫。那他这还能治吗？那是当然，我只要帮他把体内的寄生虫去掉即可。请随我来。走吧。海神一出手就是不一般，这少年除了看起来还有点瘦之外，哪还有一点生病的样子？神医就是神医，能化腐朽为神奇。看到了吧，海神医可是有真本事。这下某人被打脸了吧？奇怪，这个人的气息怎么有点不对劲？我可以再为你把下脉吗？我已经出手证明了自己。若这位小姐再有什么质疑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对啊，不用了，海神医已经帮我把病治好了。走吧，啊。等等，等一下。哪里来的南疆蛊虫，竟敢用在普通人身上？老夫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刚才我就觉得这少年身上气息古怪的很，看他脖子后面的虫眼，我才知道他体内的寄生虫正是你用南疆蛊虫解的吧？你知不知道，这就是在饮鸩止渴？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也知道南疆蛊虫。没错，我是用了南疆蛊虫处理了这位小兄弟体内的血吸虫，他的病不就治好了吗？可他如果正因此得了虫疫，那可是会死的。那你就看看他体内是否还有蛊虫的存在。怎么会？没有。苏石墨，海神医可是10年前诊治南疆虫疫的高人，手里有南疆蛊虫不是很自然的事吗？况且，海神医能让这害人的东西用来治病救人，说明啊，他医术高超。现在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可能啊！这师傅明明以前教过我的，这蛊虫一旦进入人体，就会迅速被人体吸收，而且不可逆转。而且我们当时已经把所有蛊虫收集起来，集中销毁了。除非……够了！你究竟还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？我既然敢用这蛊虫，自然是经过10年研究能够控制它。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质疑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我看是有人不想离开这个裴少夫人的位置，故意在这胡搅蛮缠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书画研究协会陈副会长到！书画研究协会陈副会长到！大家都不要客气，我来见见老朋友。海神医呢？你这家伙可真不够意思啊！我得知你进京都的消息之后，可是翘首以盼，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。怎么一声不吭就来了？还开了这么一个见面会，真是不把我当朋友啊！啊，海神医呢？人呢？海神医被某些不知好歹的乡下人给气得提前离场了。气走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胡说！海神医当年治理虫患的时候，也曾跟我谈论过
南疆的蛊虫危害极大，凡是被蛊虫叮咬过的人，在1炷香之内必将高烧晕厥，很难治愈。所以，凡是见到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绝不可能留下来做研究或者随身携带。不可能！海神医刚刚还拿蛊虫救了个人呢，喏，救他！好好的，小心啊！突然就倒了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晕厥，伴随着高烧发热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那海神医多半是个骗子！看到船副会长来了，害怕被拆穿，赶紧跑了。不可能！我这就联系海神医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魏管家，海神医他回苏家了吗？没有啊，不过不久前有人去海神医房间整理卫生时，发现他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什么？儿子，海神医他真是个骗子！不可能！一定是他还没有回苏家，我这就去找他。别再自欺欺人了，你那位海神医八成早就想跑了。我看你啊，还是看看自己有没有被骗什么钱，要不要帮你报警啊？骗钱？对，海神医之前还说上门给我家孩子看病，收了我200万定金呢。什么？海神医还说明天上门给我家老爷子看病呢，收了我整整500万定金。比我还多，不应该给我看病吗？我不仅交了300万定金，我还送了一只百年野蛇参。可据我所知，海神医从来不收定金啊，都是诊治好之后才收诊金的。看样子，海神医就是个骗子，你们都被骗了是吧？肯定是骗子，真被骗了。假的！可恶！这可是你苏家打包票开的海神医见面会！我操！你要出来！敢骗我！太不像话了！放下！不行！我的天啊！真是自作孽，不复活！快点！真是一场好戏呀！苏家那边怎么样了？据不完全统计，被假神医骗过的人高达数十个，累计金额多达1个亿。被骗了的人都去找苏家要了赔偿金，但奇怪的是，苏家居然没有怎么为难，就把这笔钱全都给了。苏家上次赔给默默2亿就已经伤筋动骨了。这段时间在我们的暗地操纵之下，苏氏集团应该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。他们哪来的钱？不清楚。不过我们盯着二爷的人反映，二爷私底下好像偷偷跟苏嫣然见过面。二叔跟苏嫣然，没想到我们还没开始对二叔动手，他就已经开始坐不住了。对了，那件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时间太过久远，很多事情都已经无迹可寻了。不过我们了解到，当年夫人身边的佣人和二爷的心腹王伯是老乡。这个王伯这些年借着二爷的庇护，没少做违法乱纪的事情。或许我们可以从他入手。去查，切记不要打草惊蛇。是。哎，裴总，上班时间你去哪儿啊？找夫人联络感情。怎么，不想对我负责啊？默默，这人怎么那么烦啊？连打坐都不熟悉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修道之人不是讲究心灵相通吗？我掐指一算，你想我了。哎，默默，你去哪儿啊？姑娘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，非得跳河啊？小师妹，师姐，
师姐，我这刚一回京，就看见你在那跳河，真是好大一个惊喜啊！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师姐，如果你遇到一个人，你见到他，你会面红耳赤、脸红心跳；见不到的时候呢，脑子里就会一直在想；见到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，还会难过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傻丫头，你这是喜欢上别人了？喜欢？这再明显不过了。原来这就是喜欢啊！可是我马上就要跟他离婚了啊！等等啊，你让我捋捋，你是说你结婚了，然后你喜欢上你的老公，现在你们要离婚？不是，你脑子瓦塌了？谁让他不相信我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不明显的误会吗？果然恋神降智。真的只是误会？对。所以你现在要回去找你家亲亲老公了吗？我倒是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男人能俘获我们默默的芳心。走，我带你去看。师姐，我跟你说，裴景恒家超级大，而且他超级有钱的，他奶奶对我也超级好，而且嘛，他怎么了？景恒，你来了。你最好不是在浪费我时间。怎么会呢？我们进去说吧。这不会就是你老公吧？他这什么意思啊？脚踩两条船？竟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背着我偷偷见苏嫣然。说吧，你在电话里说和默默有关的消息是什么？别急啊，景恒，听你说姐姐她医术很好，你的腿就是她治好的。那你先天亏损导致寿命不多的事，她也能治？这不关你的事。你如果没什么想说的话，我走了。景恒，景恒，我要说的交易真的是关于姐姐的，你先坐下。好你个裴景恒，你给我等着！看样子你跟姐姐的关系很好，那不知道这个她妈妈留的唯一一块玉佩，你想不想替她拿回去？默默她妈妈的名字似乎叫顾清婉，你确定这是她妈妈留下的玉佩？说吧，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回去问姐姐。我想要的很简单，就是在总裁办给我安排一个秘书的职位。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！等你跟我相处久了，你会发现姐姐她配不上你，只有我才是真正适合你的。不可能，这个要求我根本不可能答应你。看来你也没那么在乎苏轼了。等等，我会让徐浩安排，明天你就可以去公司报道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但你别让我逮到。我能有什么花样？我不过只是喜欢你啊！苏儿小姐，看来你撒谎的样子，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。做得不错。二爷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让我进裴氏集团，待在他身边啊？他一定会严防死守，不给我任何机会的。不，
只要进了裴氏，就是最大的机会。你只要想办法继续接近裴景恒就行了。好了，正事说完了，说说我们之间的事儿吧。苏二小姐，我那1亿可不是好拿的哦。好了，别不高兴了。这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还不好找吗？咱们今晚不醉不归。好，不醉不归。师姐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靠近男人就会变得不幸，我就不应该听师傅的下山结婚，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这心中无男人，拔剑自然深。对，下次我要看见你家那个什么裴，师姐到时候一定拔剑替你削他。好，削他。师妹啊，我好像看到你那个渣男老公了，我好像看到你那个渣男老公了。怎么可能？他现在一定跟那个苏嫣然在一起。亏我还费尽心思的给他治病，他竟敢一枝红杏出墙去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哎，也是，我肯定是喝多了。对，我出去吃吃饭。洗洗脑子。默默，你喝醉了。要不是我回去以后发现你没在家，让许浩查到你在这儿，我都不知道你居然在这里买醉。你怎么来了？陪你的那个苏嫣然去。师姐呢？我要找师姐去。苏嫣然约我出去，是为了这个。这是我妈的遗物，怎么在你这儿？她约我出去，告诉我这是你妈的遗物，所以拿来跟我做交易。所以你没有背着我跟她偷偷约会？当然没有啊。那她要跟你做什么交易？如果是钱的话，那如果她要我们离婚呢？默默，我们不离婚，不离婚好不好？那看你表现了。那这是什么？只是机会拍摄而已，我根本就没有让他碰到我。看来他是真的想让我们产生误会。默默，我若今天不来找你解释，你是不是又准备离开了？师姐说的嘛，森林这么大，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那你师姐有没有说过，做错事是要受到惩罚的？不行，我长大了，我做错事不能再被打屁股了。
裴景恒，别走，我觉得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我知道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，傻瓜。喂，情况怎么样？公关部已经将热搜压了下来，似乎是二爷出的手，但是我找不出他这么做的理由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等着见招拆招。王博那边也让人继续盯着。是。景航，这是我今天特意早起给你熬的鸡汤，你尝尝吧。这是我的办公室，谁允许你随便进来的？如果你来了裴氏集团不能好好工作，那就给我走人。别啊，只是给你送个鸡汤而已，我这就回去工作。景航，我车坏了，能不能麻烦你送我回家啊？让开！啊，景航，帮帮忙嘛，我不会告诉姐姐的。景航，你怎么这么不怜香惜玉啊？人家好像脚崴了，你能扶我一下吗？既然有心思玩这些小把戏，那就玩得起一点。裴总，这个苏嫣然在搞什么名堂？他最近除了想办法跟你制造偶遇之外，其他的时间好像都在规规矩矩工作呀。那说明问题出在这些偶遇上。你派人盯着他，看他下班以后都去了哪里，跟哪些人见面。是。裴景航，听说这2天苏嫣然都在想方设法的勾引你，那你不会上钩吗？我已经咬了一个钩子了，哪有机会咬上别的钩子？等着吧，时间久了，总有人的狐狸尾巴会露出来。少爷，二爷来了。走吧，去会会那个老胡。大保姆，不是我非得来兴师问罪，你看这景恒都干了些什么事啊？一个结了婚的男人，整天和人家苏二小姐纠缠不清。前2天2个人的亲密照还上了热搜，要不是我花钱找人把那热搜压下来，这不你看这小子还不知道收敛。二叔这是发什么火呀？小心气大伤身啊！还不是你干的好事。现在媒体都得到了消息，如果这波舆论要是压不下去，一不小心让裴氏的股票产生动荡，到时候你我都变成裴氏的罪人。景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假的，照片拍得不错，看样子偷拍的人本事不小。哼，要不是你不知道洁身自好，人家能拍到你。现在还是想想怎么办吧。哦，看样子二叔已经想到解决办法了。裴氏和苏家的婚事已经世人皆知了，现在裴氏就放出话了，说苏二小姐才是你的妻子。这样的话，这波舆论就不攻自破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默默是我的孙媳妇，我不能让她受一丁点的委屈。再说了，景恒也不是那种朝三暮四之人。大伯母，这照片已经在这里了啊！再说了，这苏家老爷子和我爸那也是生死之交啊。既然景恒招惹了人家，那我们就不能视苏家二小姐的名声而不顾呀。难道二叔就没有考虑过默默吗？
让我说呀，这个苏家寄养在乡下的野丫头就不该进入裴家的门。苏氏虽然说没落了，但是苏嫣然是从小接触世家礼仪长大的，她才是最适合做你的妻子。她合适？那你怎么不跟她在一起啊？我觉得你跟她也挺配的。你，大伯母，你听听他在说些什么啊？对长辈不敬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对对对，我没教养。你有教养，你天天跟你女儿差不多大的人在一起，你得瑟得很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我有没有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总之这件事你看着办。如果说这波舆论你压不下来，公司一旦出了什么问题，小心我在董事会上参你一本。默默，刚刚你的意思是，他跟苏嫣然，他身上那股苏嫣然的气息都浓得刺鼻了。如果只是简单的相处一世，达不到这个效果，很有可能湿入交融啊。哎呀，我这老了呀，一到时间就困得不行，那我就先回房间睡觉去了啊。你们两个也收拾收拾，回房去水乳交融去吧。我可想早点抱个大重孙子。哎呀，那个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还有电话要打。喂，给我盯紧裴志远和苏嫣然，没有机会就给他们创造机会。我们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哎，苏诗墨，你脑子在想什么呀？平安坚果，万物有情；心意寂静，万物独神；心神合一，气意相随；相敬若玉，无痴无嗔无欲无。你无痴无嗔无欲无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这不是为了方便你给我针灸吗？之前不也这样吗？还是说你在想什么不好的东西啊？我才没有！你还不赶紧上床，针灸完睡觉。那你可要轻点啊！感觉哪里怪怪的。裴总，自从上午公关部发布声明，放出那些澄清角度的照片之后，舆论颓势就已经彻底止住了。而且我们还拍到了二爷和苏嫣然偷偷出入酒店的照片，要放出去吗？不用，放出去只会让他们按照我们的处理方式找借口推脱。你直接把照片发给二婶，相信他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对了，上次那件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正要向你汇报呢。我们好不容易查到了夫人当年那个佣人的下落，还没来得及联系呢，就发现他死了。死了？啊，就在不久前出车祸死了。但是我们了解到，在他死之前，王博回去过一趟。那这场车祸就不是巧合，看样子二叔察觉到了什么。既然线索都断了，那现在唯一的突破口只剩那个王博。你这样，是。哼，妈的，没想到这小子还给我藏了一手。哎，你说说你啊，让你贴几个男人你都做不好。他根本就不让我进他身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二爷，既然咱们这个计划行不通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赶走苏轼墨那个贱人？哼，既然赶不走他，那就让他消失。哼，我筹划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等那小子快死了，怎么可能让他轻易破坏掉？那我现在能做什么？你现在要做的
就是伺候好我。妈的，谁呀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你个裴志远啊！这人真的跟个狐狸精在这开房啊！老婆，是他勾引我的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老婆，你要相信我呀！哎呀，没想到老苏家平日里装的人模狗样的苏二小姐，背地里居然是个骚货！你胆子挺大的，偷心敢偷到老娘头上了，今天老娘就把你的脸给你打烂了！让你老婆，有话好说，跪下！让你偷人！狐狸精！让你偷人！你个狐狸精！喂，裴总，裴志远这边应该是自顾不暇了。很好，那你可以开始下一步行动了。是。少夫人，莫非要见你？石墨，求求你，救救我们吧！怎么说，嫣然也是你妹妹，你总不能这样眼睁睁看她死吧，石墨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嫣然她被裴家二夫人捉奸在床，现在还被关在裴二爷家，要求我们拿出3000万来赔偿，要不然她要划嫣然的脸，还要把她和裴二爷的丑事捅到网上去。那是他自己不知检点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可我们没有钱了。是啊，现在小爷一直不好，资金链也断了，我们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呢。所以你们是冲我要钱来了？哎呀，你现在是裴家少夫人，那点钱就是你露露指缝的事情。求求你，救救嫣然吧！她要是真被毁了容，曝光到网上，坏了名声，那她这一辈子就毁了。救救她吧！或者你看，找景恒去给那裴家二夫人求个情也行啊。他只要逼我们拿出这笔钱，那我们就只能卖房子卖公司了。那你们就卖房子卖公司啊？从小到大你们没有养过我一时，而且为了苏嫣然处处算计，现在这个地步都是你们应该的。管家，在。送客。怎么？石墨。二爷，夫人那边已经把苏嫣然放了。她说这次还在苏家老老实实拿钱的份上，就算了。如果还有下回，她会跟你离婚的。哼，李秀珍那个贱人，要不是看他娘家势力还有点用，早就跟他离婚了。等我除掉了裴景恒，拿到了裴家的掌制权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听说那位少夫人的师傅已经回去帮他找药了，他们这一次不会真的能治好裴景恒吧？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。裴景恒已经对我起疑心了，要不是我上次让王博把他们老乡处理了，他就会顺着那条线索查到我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先下手为强。王博呢？王博，他好像因为嫖娼被逮起来，估计会被关几天，需要去赎他们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！好了，先不管他了。听我说，有人问你事，都饶你。景恒啊，别怪我心狠，谁让你不乖乖的去死，还找了那么一个老婆，坏我的好事。噔噔噔噔，今日份的十全大补汤。默默，你明知道我用不上，怎么每天还让奶奶吩咐厨房熬汤给我喝？十全大补汤是对身体好的，又不单单只补那方面。可是我真的喝腻了。该啦，算算日子，师傅应该快回来了。等把你毒解了，就再也不用喝这个东西了。真的吗？喂，师傅，你回来了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你不用送我了，我自己可以回去。下午已经没什么事了，我正好陪你一起回去。况且我也想早点解毒。你放心，你的病一定会好的，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
怎么了？默默，刹车好像坏了。什么？糟了，被抓住了！默默，默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不过这刹车怎么坏了？出门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去看看。刹车线被剪了，应该是我那好二叔干的。什么？我都还没找他算账，他居然先动手来了！我去找他算账去。别急行吗？他蹦跶不了几天了，他的心腹已经被我找到证据送进警局，审了几天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。你没事吧？果然是他。怎么样了？我亲眼看见他们上了车，开车离开。好，好，只要裴景恒一出事，公司与家里必定大了。等我再养2天伤，就出去主持大局。那恐怕要叫二叔失望了。怎么？看见我没出事，二叔很意外。裴志远，经举报，你涉嫌杀人未遂，以及20年前人为制造车祸害死你大哥，并给你大嫂下毒，导致他难产而死。你的同伙王博已经对所有罪行供认不讳，先将你依法逮捕。铐起来！哎，别！哎，这一定是个误会，不是我干的。不是，景恒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可是你二叔啊！二叔，你害我和我爸妈的时候，怎么不是我二叔了？不是，有话好商量嘛！走。裴氏集团董事会成员裴某远因犯蓄意杀人罪而被警方被抓，苏氏集团濒临破产，爸妈为了我把别墅都卖了。裴景恒、苏诗墨，这一切都是你们造成的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你别抓我，没钱，我的钱都是你自愿给的。我可以不找你要钱，也能不叫人抓你，甚至还能给你钱。但是你要帮我做一件事。就这个小虫子，当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？当然，不是我吹，当年要不是因为有海神医那么个人物在，整个南疆早就是这个小东西的天下了。这题怎么还不来？你等着吧，不出2天，整个集团大厦的人都会感染上虫疫。还有这档子事？半个月之内，他们全部都会死掉。好。我今天专门等到苏时墨还有裴景恒都进去了再叫你进来。我倒要看看这对狗男女会死得有多惨。小宝贝儿，我7天以后再来接你，你就在这儿美美的饱餐一顿吧，拜拜。别走了。喂，你好，我要反映，裴氏集团他们这边。默默，
师傅最近把需要的药材带回来了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给我解毒啊？这个汤我是真的不想再喝了。还需要准备一段时间啦。反正你这么多年都坚持过来了，也不差这一时。我倒是不急，但是奶奶最近轮番上阵大补的药，我怕她想等重孙等急了。裴总，不好了，市场部有人晕倒了。怎么回事？晕倒了就赶紧送医院。刚才卫生员派人过来，把我们整个大厦都给封了，说是我们这里有什么传染病，其他所有人只许进不许出。什么？赶紧带我过去。是。这是中毒了。这症状，食物中毒。是虫疫。你还记得那位假神医吗？你是说他们的病是人为的？不错。当时那位假神医用南疆蛊虫治疗那位患了血吸虫的少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不对劲。南疆蛊虫向来不可控，除非是以心头血豢养的虫王。看这些人身上有蛊虫滴药的痕迹，但体内并没有蛊虫，一看就是有人把蛊虫王放进了公司。那他们还有救吗？虽说我有过治理虫疫的经验，而且疫病初期应该可以控制，不过……嬷嬷，师傅。嬷嬷，师傅，哎，师傅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听说你这里啊爆发了疫病啊，那症状我一听，那就是虫疫，所以啊我就赶过来了。正是虫疫，师傅，我治疗疫病的时候年纪还小，有你在我就放心多了。你别担心，别担心啊！你现在的医术啊有在我之上，咱们师徒俩携手，这小小的虫疫不在话下。师傅，你带隐钞粉了吗？带了。哎。裴景恒，你现在把那些得了疫病的人集中隔离起来，其他剩下的人也赶紧集中在一起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大家放心，有我和我师傅在，不会让你们受到一点伤害的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引出虫王，大家记住，千万不要发出任何的声音。嘘。好了，大家可以先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虫印，接下来我就可以开始配药了。没了，放心吧，啊，这个我内行啊。不过我先处理好了这个虫王，留着它终究是个祸害。等等，师傅，我听嬷嬷说，这个虫王需要心头血豢养才会受控制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它引出害人的凶手？当然可以啊。好，先留着它啊。等我们解决了这次的虫疫之后，我要看看到底是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藏匿当年南疆虫疫的蛊虫。师傅，您似乎对当年的南疆虫疫很熟悉啊。废话，那场席卷半个南疆的虫疫，都是我带着医师学会解决的。还有那些蛊虫啊，都是我亲自带人给他处理的。难道您就是海神医？不是我，那是谁帮你搞到了冰山雪莲那么珍贵的药材啊？啊！要不是遇到了嬷嬷，你真以为你那个病就那么好治啊？哼！师傅，你就是海神医，你怎么一直瞒着我呀？那个，虚名而已啊。要是告诉你我就是海神医，你岂不是一下班就知道我这些年装穷是故意骗你的吗？哎。
哎，人命关天啊！什么事儿啊？之后再说。你别忘了，解决了这次的虫疫，裴家小子还等着你去帮他解毒呢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答应给你解毒的事儿，可能又得推几天了。没事，我不着急，当下之急是解决这些虫疫。哎，咦，这整栋大楼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？这大楼都被封锁了，就算有什么动静，你也看不见。说的也对，让我先把我的小虫召回来，看看。我宣布，他的病彻底的好了，我们这次虫疫也彻底的解除了。我觉得这个蛊虫在里面躁动，估计啊，它的主人就在这附近。走，我们去会会他，说不定他就是一直冒充师傅你的假海神医呢。走。他们怎么没事啊？我的虫王可是从当年南疆虫疫的现场偷来的，那可是能让整个南疆都生灵涂炭的蛊虫啊！他们怎么居然没事啊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可只答应帮你一次，休想赖上我！好久不见啊，苏嫣然，没想到你竟然联合这个假神医，利用蛊虫来对付我。可惜假李鬼遇到真李逵，这次不能让你如愿了。要不是默默的师傅，恰巧就是当年治理过南疆虫疫的海神医，这栋大楼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死于非命。你的解释还是留给警察听吧。什么？苏世墨的师傅是海神医？好了，这下你身体的余毒算是彻底的清了，之后啊，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短命了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早点完成奶奶的心愿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倒要让你看看，我行不行？